我们就继续了来看这一个正交跟单式矩阵，英文叫做 orthogonal， 那单式叫做 unitary。好，那你不是讲说你那两个主题怎么会变成讲这个对称呢？那因为我想了半天就是说，因为要定义这个正交跟定义那个单式矩，定义后面的一个单式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相关名词出现那要定义那个正交的话，当然就要从那个对称讲起的好，所以我就这样把它精简一下。那什么叫对称呢？这个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看过它是一个方阵，有没有？那 A 呢？好，我就不要啰嗦了，我就把那个英文丢掉了丢掉，我们看出来我就直接把它写很简单，就是说 A 的转置要等于 A 这样的一个矩阵特性呢，我们就称作它叫做对称矩阵。因为对称这是形容词，我说用 be 动词就是 AB 一个形容词就可以了说 A is symmetric 那或者是讲说 A is a symmetric matrix 也可以matrix 所以这个看你要怎么写英文有很多的写法。好，那我们还是要很规矩的把英文稍微简单的规范一下那如果说 A 的转置是 Bij 的话n 乘 n 那前面有定的转置都有简单的介绍过了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写符号的时候是习惯用 ij entry， 所以新的 ij entry 就等于怎么样原来的 ji entry 就这样子。那很多同学对这个符号有时候一开始也会头脑胀没关系，那既然头脑胀，我就想办法让你不要头脑胀。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1 2 3 A 2 1 5 6这一个好 A 3 1 A 3 2 9好了，可以了，我自己看这样。好，假设说 A 的转置等于 A 的转置等于 A， 我们看出来，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要让同学们对符号更熟悉。那转置的话就是这个是列变行这是行变列变行，有没有？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有没有？所以123变成123，跑到这边来 A2156 就变成 A2156， 那 A3132 就变成 A31 A32， 那在9，你们看到中间都没变那它等于什么？原来的123 A2156 A31 有没有在 A329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推出来 A 等于什么？ A 等于什么？好，就把它先写下来，我们一个一个填。所以你发现159没问题，我们看出来。那现在就好好玩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要等于这一个，这个要等于这一个，我们看到那一样相对的所以它比来比去，其实你发现比来比去还有这一些我们看到这些，有没有看到这些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出来。那这个的话很明显它要等于23那这个也要等于23那这个要等于66对称又被我挡住了好，没关系，拉高一下，我的滑鼠移到不知道哪一个萤幕去了，好，拉回来，有看到就是你可以看到对称的现象，我们看到对称的现象，他们是对称的现象，没有对称的现象那这个你看对称的现象，这个是对称的现象，所以这个没什么太困难好，那既然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就往下看咯。呢还有一个叫 NT symmetry， 那这个一般比较少用的所以我就不把它特别的张扬一下，但是有时候出题目也常常会出现来还是要防它一下它叫做 NT C， 那中文版呢叫做反对称矩阵那也有人英文叫做 skew symmetrics 那因为我要简化它，我就不要再多啰嗦了它的意思就是说 A 转置以后变成怎么样？变成负 A 那按照前面的定法，我们还是规矩写一下 A 等于什么呢？ Aij M n 乘 n 有没有？ A 转置等于 Bij n 乘 n 有没有？
那这个 bij 就是等于原来的 aij， 错，我的讲义上面没有写对，等等，这个讲义给你们的讲义要注意一下等于 aji 有没有 ji 讲义已经放出去这个你们注意一下，倒过来，它等于是刚刚的那个对称矩阵，它多一个负号，多一个负号。好，那这样的话没问题的话，还是看几个例子因为一定要热身，同学才会这个熟悉。为什么又这么变了？你看又变少了嘞。因为这个中间有一些性质的证明，我就不再去证明这个我把现象讲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就会怎么样？你们自己就会去证明的因为这边的考试也蛮丰富的怎么样的一个内涵在里头，有没有？那我就来做一件事情，我就把它做一下事情，把它转置一下，把这个矩阵转置一下，就变成 A1112 A21 有没有？我把第二列变成第二行 A223， 把第三列变成第三行 A31 A32 A33， 这样做完你们看到好，但是它等于负 A 啊。那前面讲过，乘一个负1进去是大家都要进去的，等于负A11 负1负2负 A21 负 A22 负3负 A31 负 A32 负 A33。那你会发现有什么现象呢？这个就在考试常会考你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说你发现这个对角线的部分有没有？你发现 x 要等于负 x 就推到怎么样呢？ 2x 等于0就推到 x 等于0，有没有？所以这样一看的话，主对角线的话全部都要等于0考试会先考你一个如果它是一个 skew symmetrics 的话，又被我挡住了没关系，待会再闪开。好，那主对角线都要等于0然后呢我原来的 A 的话我已经给的1 2 3，你不能动它的嘛。然后你解它以后就变成负1负2负3。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原来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状况，有没有简单的状况？所以最重要是主对角线这个全部都等于0，有没有？而且呢互相对应都变成负号对应，有没有？那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果同学要注意它一下。好，那 OK 我们东西还蛮多的，所以要加速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话，一个叫做分解的一个表示式那分解表示式呢，这边呢这个 Google 也是非常的，我在录音的时候，你看 Google 就可以很聪明的听到我在干什么很好玩。好，我赶快来看这个式子这个我们录课程的时候，这个也蛮好玩的好，它是一个方阵它可以分解成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没什么那这个要证明它也是非常 trivial， 有没有看非常的 trivial那很多同学不要写那么快，好，这是 A 的什么样 A 的转置。好，那这个很明显，这个是我们的对称矩阵，有没有？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它是我们的 NT symmetrics， 有人叫 skew， 那你要怎么证明它？其实你就规规矩矩就按照我们前面的代法，2/2 A 减去 A 转置画转置，把公式带一遍，2/2 A 的转置减去 A 的转置的转置好累就等于负的什么2/2 A 的转置减 A， 有没有？对吗？我看一下。对了我把它搬到前把负号搬到前面去的好像不太对我看一下好啦，好，所以这边应该是加号好，那这一个好，可以的可以没有错，我再重新排一次那这个没关系，你们再自己检查一遍那这个减怎么样？这个减 A 有没有看到？减 A 那这个就等于我们这个式子的负，就等于怎么样？就等于负的
负的2/2 减去 a 的转置，好，没问题，它是 skew symmetrics。好，那我来看一个例子，有没有？看那个例子，这个例子比较长一点哈，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把它，我想办法哈，好，把它换颜色，看看可不可以颜色把它换成，不是这个，好，我来处理这里面这个部分有没有？文字的部分，我把它我想办法把文字变成是，我来看一下哈，好，我把文字变成是黑色，不听我的话，好，可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它比较长这个为了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把它带动一下，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在抄的话，大概1、2、3，要抄很多很长，有没有？要抄到好多，而且它中间因为它变成1/2，所以写起来非常的麻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考试常常也会考你们就考你把它解构成2个，一个是对称，一个是反对称，有没有？那公式的话不难，就自己看过一次以后呢就会了那我在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样好，那这样没问题呢，我们就往下看咯。那这样的话这边又出现一个常考的一个题目，然后这边再收录到好多课本里面都有。他讲说假设注意这个 a 不是方正，a 是一个 m 乘 n 的矩阵，有没有看出来？然后呢 p 造成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矩阵，那因为 a 转置我们来分析一遍好了，我来分析一遍给你们看，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 a 是一个什么 m 乘 n 的矩阵，这是个 n 乘 m 的矩阵，有没有？好，那2个的合成之后，2个相乘之后呢，变成什么样 ？n 乘 n 的矩阵，所以必须假设它是可逆，要不然的话这个不会存在，这个符号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考试要注意这里，那制造一个这个矩阵呢，注意 a 不是方正，a 不是方正，那叫我们证明说这个 p 它的 k 次方会等于 p 这样，那 k 等于1、2、3到 n 这样，那 p 是一个对称矩阵好，那我们就那这个时候怎么证这怎么证所以我们开始来证看，这个都是在考试常常出现的题目那我要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好，所以还是同学们就是看老师在这个常常证的过程里面，你们就会慢慢的熟识这样。那数学归纳法有3个步骤因为在离散数学里面，我也曾经在帮各位同学复习一下高中的这个数学。那第一个步骤它英文叫做 basic step， 叫基本步伐就先看那个k 等于1跟什么，就我们先看 k 等于1跟 k 等于2的状况。为什么等于2？因为待会你就可以知道了好，那 k 等于1的话等于那没问题p 的1次方等于 p 没问题。那 p 的2次方把它带进去，注意它不能乱拆我记得以前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这个题目简单就把它拆成什么 a 的 inverse 什么这个a 的什么 a 的转置的 inverse， 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什么，它不是方正它不是方正，说小心这个题目的陷阱有没有？好了，那既然有陷阱，我们就照规规矩矩的写，有没有？规规矩矩的写，照抄一遍，有没有？照抄一遍，那它是平方嘛，所以为什么布这个局？因为后面马上会用到咯。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式子里面，就因为它矩阵的乘法具有结合性，那个不是讲教到 N 年前的入学考，你看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相乘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单位矩阵，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就等于单位矩阵。那单位矩阵一出来的话，说最后的结果不是这一个跟这一个跟这一个，所以它如果说你考试不放心，就可以慢慢多写2行。那我现在直接分解给你看，这样就等于 P， 没什么问题。好，那没什么问题，那就往下看咯。那再来的步骤是什么步骤？就叫做 inductive， 叫做归纳假设 hypothesis。考试你能够写这样出来的话，表示你很有水准非常有水准这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是
当然因为这个是都要经过严谨的训练的哈，在我们离散数学都会训练，就说令 p 的 k 次方等于 p 成立。这个因为令是一个实义动词，所以我后面用原形就可以了，令它怎样成立。那最后一步是什么步骤？最后一步是什么步骤？最后一步骤叫做 induction step 推论步伐。你说我在高中就学过，高中从来不管你就直接写了，那因为你现在进阶到大学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很有系统的写出来。所以 pk 加1等于 pk p 有没有？这等于 p， 那 p 平方刚刚已经证完了，整个就证明完毕。我们看到漂亮漂亮，有没有？好，那最后一个要证明怎样？它是对称，它对称有没有？它对称一样嘛，简单嘛，所以小心都不要乱猜哦，不要乱猜，有没有？它 A 考试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很严谨在 to。那我们公式都已经教过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倒过来写，所以 A 的转置，那再来怎样？哇，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有没有 ？A 的转置，那这个时候转置就往里面跑了，那到底合不合法？应该是合法了A 的转置好累哦，好的 inverse A 的 inverse， 好，就等于 A， 那就里面就变成 A 的转置 A。注意我们转置的公式有没有？用转置公式不是 AB 的转置等于 B 的转置乘 A 的转置，有没有看到这个公式？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好，得 P， 考试就考你到底有没有耐心，有没有懂得我们那些游戏规则。再往下看好辛苦，讲了大半天，就是为了要怎么样？要来看这个 orthogonal matrix。那什么叫 orthogonal matrix？ 这个原则上研究这个正交矩阵的时候，中文把它换成叫正交矩阵，正交矩阵这样所以 A 呢 is orthogonal， 弱且为弱 ，A 的转置乘 A 等于 AA 的转置等于 I， 那是为什么？是后面讲到内积或者相关的地方我再跟你们解释，因为篇幅有限，我就不要再多解释了好，就说 A 跟它的那个转置矩阵的相乘的话呢，都会等于单位矩阵。那这个呢，这种矩阵我就叫做正交矩阵，就是那个 A 是指 A 的特性。所以我这边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在我的课本里面有更复杂的例子，就是一些入学考的考题因为解一个题目就要很久了所以那个以后解题可能再找其他的老师来解好，这个再录一些专辑在这边先把观念先建立起来。你说这个看过没错，到底还是旋转还是镜射还是什么一大堆先站着不去管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orthogonal matrix，为什么？我要检查一下 A 转置 A， 好累哦，就照抄，我们看出来 cosine theta 负 sin theta， 那应该我要先写，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我习惯是把列转成行那这个照抄 cosine theta sin theta 没有负 sin theta cosine theta， 哇，你就稍微乘一下咻，它等于1有没有？那这个咻会等于1，那其他都等于0嘛，等于0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出来1001那再检查另外一个，再检查给你看，所以照抄，照抄我们看出来，那我转置我习惯性就是说，把第一列变成第一行，第二列变第二行，这是我的习惯所以呢，也是1001，所以它本身是什么？它是一个 orthogonal matrix。不错，你再自己检查一下就好了好，那我赶快稍微简单的加速一下。那这样的话，我定完的这一个正交完了以后，那我要定义那个单式矩阵。可是定义单式矩阵就是
在复数空间里面的对称矩阵就叫做2米特矩阵。哇哦，2米特矩阵有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定义2米特。好 ，A 注意咯，因为我们真正到后来的话都会跑到负空间去的，尤其我们在学量子，很多都跑到那个负空间去的，复数n 乘 n， 就是每一个位元都在复数里头哈。那我的 A star 好，意思很就是说我要定义哈，这个叫做就是这个定法就比较麻烦哈。A star 等于 Vij 哈，is Hermitian measure of。好，那这边我的定法可能会稍微定的不是很好哈，定的不是很好。那没关系哈，没关系，这个待会我再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哈。好，那 OK， 我要定义一个式子，我这边的定法，因为这边的符号我要把精简到已经可能你们看不懂了我先定一个 Bij 好了哈。那这个是什么事？这个式子是应该是这么定法哈。我这边我应该是这么定，就是说 A star 被定成是 A 的转置在一个共2这样转置在共2，我们看出来好，那这个符号什么意思？这个符号的意思，假设我把这个定成是 Bij 好了，因为我在写讲义的时候比较偷懒，我想要节省空间，有没有？所以我的 Bij 的话会等于到我的 Aji 再转置这样再转置，能看出来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这边就应该，因为我那个原来的讲义写得非常啰嗦有没有？后来我就把它精简好，好，精简的话等于说我这边再重写一下 A is 什么呢？ A 是2米特矩阵，你要写大写小写都可以，但是一般都会写大写。它是2米特矩阵2米特矩阵 of A 它是2米特矩阵，有没有？那这个其实不用了啦，不用矩阵，因为其实我当初这个写讲义的时候精简到我自己都快看不懂好，那若且为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得到怎么样呢？会得到，好，这边重新写一遍好了会重新写一遍会重新写一遍好，若且为若A star 要等于 A哇哦 A star 等于 A， 看出来 A star 等于 A， 这就是类似我们的对称矩阵一样嘛。A 是2米特，就是你把它看成是我们前面的没关系，我后面会马上来做一个整理给你，我先把例子讲完再说就是 A 是2米特矩阵，就是 A star 要等于 A star 等于 A 就是类似我们前面的 A 对称要等于 A， 那 A 对称等于，所以这个是负空间里面的对称矩阵，负空间的对称矩阵那你记得什么 A star？A star 就是 A 的转置在共2那 A 是2米特矩阵的话那这边当然如果这么写，我不用形容词的话，这边要加一个 A 的这个要加一个 A 好，那如果形容词就 A is a Hermitian 若且为说 A star 等于 A 好，那这边是稍微复杂一点点我故意制造2个出来，1加 2i 有没有？那因为 A star 要等于 A 嘛，假设说它本身是2米特，我现在指的是2米特，那好了，所以 A star 等于什么？就是把这个 A11 第一列变成第一行，那它变成变共2 1加 2i 变成2，有没有转置在共2嘛？那第二列转置在共2，有没有？第二列变成第2行，记得因为我的习惯是把列变成了行那它等于什么呢？它的 A11 1加 2i， 因为它等于这个式子嘛那 A21 因为我后来我还是想说用这样来讲，你们会比较容易了解。一笔的话一笔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出来？一个对角线它是共2，就是说 A11 等于它的共2 A22 等于它的共2共2复数有没有？那这个时候 A 就会发现，那什么情况之下？所以对角线就会变成实数，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的阿尔法跟贝塔
变成实数，只有10步而已，只有10步，有没有？那一笔的话呢，这个变成1加上 2i 它自己本，那这个的话就变成怎么样？这 a21 就变成共2，所以变1减去 2i。那这个有点类似那个 skew symmetric， 又不太像。所以我们发现说，在实数里头的话，如果说在实数空间的对称矩阵也就是说2米特矩阵在实数空间里面的话，它就是对称矩阵。如果把 c 再改回来是什么？改回来是 r 的话，我如果把 c 改回来 r 的话，你看到就是说 in 怎么样呢？ in c in 那个 r， 好 in r 怎么样呢？乘 r 的话，你可以发现怎样呢？这个2米特，好，这个你可以看到 a 慢慢来哈，就是它等于是 ad 转置在，那其实它就等于 a 的转置，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没问题，所以没问题那这个要等于 a 嘛，那就不就是什么？就不就是我们的那一个对称矩阵所以2米特就是在怎么样，在我们这边的空间它是怎么样？它是反正就是你把它记着2米特矩阵就是在实数空间里面的对称矩阵就对了那这个在内积空间会大量的使用，那还包括我们在量子里面也会用到这些观念所以在这边重申一次。好，没关系，我赶快来做一个收官我做一个收官好，那什么叫做单式矩阵？来了 ，A 等于什么呢 ？aij 有没有？那它就是负空间的那个正交矩阵嘛，有没有 ？A is 什么呢 ？unitary。好，我用形容词咯，弱且为弱。A 转至不是 A star A star 等于 i， 就是这样子。那这几个特性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看而已。那这个所以呢，我就重申一遍我刚刚讲的 ，a 等于 cosine theta sin theta， 就是前面那个例子嘛。我再把它重新再把它解释一遍给你们看，你们看到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变化有没有？整个的一个变化好，我们在录影的时候这个OBS 常常会跑板一点点没关系跑板一点点好，这个每次我都要重新调整一下好，所以 A 的你可以看前面正过了嘛，有没有看出来？那因为 A 是属于 R2 乘2，它是 C 的2乘2的 special case， 所以 A star A 我就把刚刚的观念再重新讲一遍，它等于 A 就是说 A star 的话等于是 A 的转置在共2，它等于 I 那其他另外一边我就不用解释了嘛，就只告诉我们说有这么的一回事所以呢A 怎么样呢？ A is unitary， 所以我们在实数空间的对称矩阵其实就是负空间的什么的那个单式矩阵那负空间的单式矩阵到实空间来它还是有虚部在所以这些观念在后面的量子都会用到那同学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特意的把它整理成完整的一个章节来跟各位做说明这样所以符号很多那当然我就在先开始的时候挑一些比较重要的符号跟各位做说明那它还有更多的变化后面那个我们再来想办法去做说明跟做一个这个分析这样好，那这个单元就先到这边了，后面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几个名词的定义好。